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12月2号，今天是星期一啊。那么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主要呢这段时间也比较忙啊，乱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再加上呢就是有点懒惰吧啊。那么今天呢就傍晚吧啊，想着想着还是更新一下。一个呢是就不少网友问我一些问题啊，我都没有回答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确实也有想些东西想说的像我们这边小镇呢，这个人也慢慢的变少了。你好，这我们邻居啊。那么因为冬天到了嘛，就是很多来那个长居在这里的啊，就度假的，有些人呢他们就回去了，比如说像什么德国的英国的因为马上圣诞节要来了，对吧？所以大家都要回去像过年一样，这些很多这种饭店什么，他们就选择休息了这边是那个海边的一个游乐的一些场所这些场所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那个在海边就是孩子们或者说就是少年吧，可以玩这样这个风景非常好，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点。这个时间呢，虽然不是像过去前段时间那么热了，但是还是穿个衬衫再穿一个薄薄的背心或者外套也就够了所以晚上出来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冷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也看到很多网友问我问题有的网友就问他说这个黄金这个还有人民币跟这个美元的这个汇率问题。那么黄金呢，我之前我记得有过一个视频就上2个吧，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说这个黄金呢，它会开始下跌那确实呢，在这一段时间呢，这个黄金它持续下跌了差不多有200美元它差不多最高的时候应该是2780现在的话差不多是在2600吧我觉得最低好像是跌到过2500多，然后又现在又往上涨了一些那么我觉得短期吧就它继续在向下跌很多的可能性我觉得不高但是我认为它是慢慢的持续的它还是会继续向下的我个人觉得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像这个川普美国那个川普总统他当选，如果他确实执政的话呢，那么大家对就是未来会有那个几个战争什么的，会有这种停战的预期所以呢其实也是在川普他当选的那个时间里面呢，他这个黄金下跌了一部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川普继续到明年他上任的时候那个时期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下跌所以呢我是不建议继续去做多黄金的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上次我还说过一个就是日元我说日元虽然它是日元对美元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反弹嘛但是我说它持续还是会下跌会回到就是150或者140甚至更就是高的一个位置就之前的话它是一个
这个日元的贬值是一个超预期的但是它慢慢的会修正。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这个日元它的走势也是的它就一直在涨，一直在涨。那么未来呢，它应该也是继续这个方向当然，当时我觉得它极限它会到那个154才开始继续的那个上涨但它后来最高好像是到156然后那个又开始一个新的上涨现在是在150左右那么后期我觉得应该它也是它会持续的继续的向上涨因为日元的这个汇率它已经太低了那么人民币和美元呢，我的看法呢，我觉得那个虽然现在这个人民币它从那个7到现在的差不多是7.3左右最近呢人民币其实对美元是贬值的但是我觉得未来呢应该来说它还是会升值的因为呢我觉得这个贬值呢跟川普他可能会他又提到一些什么会针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战或者说制裁对吧，或者收关税那么这些呢会导致就是说预期呢就是人民币会考虑贬值贬值的话呢就是用来应对就是美国的那个收税因为它贬值的话它出口东西更便宜嘛，对吧，那它就会有一些竞争力我这段时间呢我在我们这边的这个社区参加了一些兴趣班我也是来了几年以后才知道，就我们这个社区它有一些专门针对本地居民的一些兴趣班比如说你可以学学西班牙语你可以学那个什么德语法语还有一些什么烹饪反正就有很多这种兴趣班都是有老师的那么我去参加这些班呢我就参加一个西班牙语的班因为我肯定也想学点西班牙语嘛，虽然它里面是教的很初级的但是去的都有一些什么各个国家来的一些大部分都是老人我算是年轻的在里面。那么老师当然会教你一些比较初级的就打招呼或者是一些很初级的。我看他们比较高级的班他们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川普上台以后对世界这个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川普总统重新当总统呢其实对世界各个国家来讲呢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很多人呢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朋友吧尤其是咨询我移民的一些朋友他们也会提到的就是说觉得川普总统上台了，中国经济会不会变得更糟糕所以呢他们觉得自己的资产或者说自己的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对吧？所以他们就会想移民。我个人来看呢，我觉得当然移民不移民这是个人的选择，这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但是川普的上台会不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变得更糟糕我觉得中国就是它的经济情况现在来讲应该来说它已经是比起过去来讲比起过去就是疫情之前来讲，它其实中国经济现在是比较糟糕的，对吧？那么它未来执政以后会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我觉得就再要糟糕也糟糕不到哪里去了吧，我想因为就是我觉得之前就是他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他对那个中国收关税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中国也一开始才遇到这样的事情就第一次
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准备啊，也没有什么应对措施，对吧？那么我觉得啊，很多人他这个预期啊是可能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那么我觉得啊，这导致很多人他没有正确判断趋势啊，什么投资啊或什么的，对吧？就比较糟糕。那么现在呢，因为已经就离他当任啊，再加上当中后来拜登又当任了，又其实已经是7、8年以前的事情了啊。那么他重新执政，我觉得他也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对吧？啊，就是同样的这种方式啊，再这么去操作，会不会有一定效果？还有就是已经比如说离开中国的公司、外资啊，或者说已经经营不好的那些企业啊，该关门的都关门了，很多人他就选择啊不做这些小生意了，对吧？他躺平了。那么这个还能啊继续糟糕到哪里去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不太会说啊再有一个什么多大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滑坡啊。我觉得相反，就是说应该来说就是说不会变得再特别的更糟糕啊。但是就是你对于你个人来讲啊，就是你能不能就是变得更好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考虑的移民也好啊，或者说他考虑到海外去发展去读书什么的就是他们我觉得就是你不能用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理由，这是一个对你未来整体规划的事情啊。那如果说中国经济比如说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你还考虑移民吗？你就继续留着赚钱还是怎么样，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你能坚定去移民的一个思路啊。虽然很多人啊他会就是他咨询我的时候他会跟我谈到这个问题的啊。我觉得很多人他都说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或者说他的行业不好了，就他的收入跟原来的预期来讲就是低了很多啊，所以他觉得想移民，想去海外啊，看看有没有更多机会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海外的话也是需要努力的，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对吧？不是说就你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到了海外你就突然变好了，你就本来不赚钱的生意你就突然赚钱了我觉得不会的，就你重新来，你就重新一个新的起点你还是要通过自己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够获得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每次我都跟人家讲得很清楚就是你考虑移民，就是你觉得生活方式或者说你想去探索，对吧？你有一个新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你去考虑移民就是你不能说就是好像就是急来抱佛脚，对吧？你突然想觉得那里不好了然后我去这里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就是这种碰巧式的这种侥幸的这种心态，我觉得不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呢他就问我，他说这个最近西班牙就是移民政策就是有了一个新的一些变化那么想请我就是解读那么我也跟大家说其实就几点一个呢就是黄金居留是彻底取消了，就是原来买房就能够决定在西班牙移民的获得居留的这种方式呢已经彻底被取消了。因为他们有做过统计就官方反正西班牙发布的是这些黄金居留呢，它导致西班牙的房价呢上涨过快上涨差不多有10%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黄金居留就比如说这个房价本来只会涨5%，对吧？
但是因为这个黄金居留它现在涨了15%啊，那么这个10%就是因为这个黄金居留造成的，所以呢它要取消这种移民的方式啊，这个是铁板钉钉已经定下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它主要针对就是这个非法移民就是原来呢在西班牙这边他没有合法居留的这些人呢，他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新的这个措施允许呢就是你只要住满2年，然后呢你去获得这个工作机会就是有人愿意雇佣你，给你出这个工作合同你就可以去转为那个正式的居留，对吧？这个之前其实跟大家解读的就是在这些法案正式确定之前就有很多人去讲这个事情嘛，其实解读的也都差不多但是呢面对我觉得不是以西班牙语作为母语的人来讲就比如说像我们许多中国的，对吧？这个还是我觉得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你要在这里获得一个工作机会，就你的这个西班牙语必须跟母语者是一样的一个竞争，对吧？因为很多这个南美国家的他就是西班牙语的母语者，还有就是西班牙本地的人，他也是西班牙的母语者就是你去找个工作，你必须得语言上你得有这个同样的能力不然的话，就别人他觉得你这个语言不行，他不会雇佣你的，对吧？所以这个工作的合同呢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难的。但是你对一个不是西班牙母语者的人来讲你短短2年，你比如说2年再加2年4年，你也不可能就是讲这个西班牙语讲得特别的好，对吧？还有呢就是对非盈利的对非盈利呢就是说原来呢非盈利它是首先给你批1年然后你第2次续居留的时候呢，他给你再批2年然后呢第3次续居留的时候呢，再给你再批的2年，就是1+2+2这个形式。那么现在呢就是它改成就是1年加4年就只要你登陆以后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国家申请非盈利居留，然后你来到西班牙，你登陆第2次续签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给你批4年然后再给你换呢就是换5年的。那么当然了，这个就是相应的，就是他给你批4年你看起来时间上是好像节约了很多时间，但是呢对于你的经济上的要求就是银行账户里面的这个钱，比如说他原来给你批2年那你只要这个账户里面的钱满足2年的生活需求，对吧？或者说高一点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他一下给你批4年，那你必须要满足4年的这个要求那这个对于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实力不是这么浑厚的人来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就不是好消息，变成坏消息了，对吧？其他的话我觉得本身也没有太大的，还是这个移民方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主要呢他这些移民政策还是想消化许多这个就是非法移民对了，就是有很多咨询的人他问我，他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川普政府说这个要遣返美国的黑户就是非法移民，那么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考虑到那个西班牙来什么的。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我因为之前我所有的视频我就一直说，我说我不支持就是你去美国做那些什么就是非法移民之类的，对吧？因为本身这个就是一个违法的事情就是你的这个出发点就明知道这是一个违法的事情，对吧？然后你要去这么做，那么我觉得对你的就是价值观来讲就是你要在西方社会就是生存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就是你骨子里面的这种方式啊，就你认同的这个东西基础的这种道德的准则，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啊。虽然很多人说啊，他说我那个只是想去赚点钱，或者说啊，我觉得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这样去，对吧？但是我觉得就你一旦你人你的底线被降低了啊，那么你到后面你就会越来越降低，对吧？你就反正只要啊，你觉得侥幸心理啊或什么，你就会去做一些你认为比较你愿意付出风险的事情啊。所以我是不支持就是去搞这个非法移民的。那么你现在川普这边啊，他会不会遣返很多人呢？这个事情其实他已经在行动上了，对吧？他已经在这个遣返了啊。那包括有一些中国的这个非法移民，当然了，对合法移民来讲呢，这个变化呢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风险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会担心啊，他觉得是不是未来这个会美国这个变得就是不欢迎啊这些移民什么？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啊，就是你有能力，你当然还是可以去走合法的途径去美国移民，对吧？啊，但是你没有能力啊，就你非要去美国移民，我觉得这个啊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就算啊被你侥幸了，你没有被遣返，但是就是他现在这个方向啊，就是让你我觉得不太会有留下来过很好的这个生活的可能性啊，就被降低了啊。就是你可能跟过去来讲，对吧？你可能就是机会啊，或者说你的未来啊，就不确定性就变高了啊。当然了，你可以说啊，我可以再忍个几年，我等到就是像民主党如果又一次上台了，对吧？啊，或许我能够就是有一个机会，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要看就是他后面他的这个法案啊，他会怎么样来定，是吧？如果这个法案啊它被定下来了，后面很难推翻啊，那我觉得你很多人就现在被遣返的人，他也花了很多钱，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了啊，结果到了那边没多久啊，也没赚到什么钱，对吧？就回去了，就被遣返了。然后我觉得就对那个世界观心理上都留下阴影了，是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你去问别人只会最多有一个判断，但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他能说啊，他会知道什么未来会出什么政策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好吧？啊，那谢谢大家，那我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拜拜。